很久没有让大家看路景了，来吧，看一下，今天要去的是 PJ Newtown，看我们能说到哪里。讲到开车出去啊，就离不开打油。讲到打油啊，最近就有个重要的变化，王太介绍一下咯。之后我们已经在读新闻里面，就是天天说，天天看的啊。是 Budi 95，就对于马来西亚持有有效的 driving license 的马来西亚人，他们可以享受1.99马币的这样1升的 RON95的优惠补贴。每个月最多300升，不然的话呢，外国人外国注册的车辆就是没有的。那外国人在大马买的车是现在市价2.6块，我们也已经打过了。对吧？我看了一下，政府也在收集民间的反馈意见，说还会进行一些调整啊。比如说，现在是开 Grab 的e-hailing 的这些司机师傅们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公司去突破这个每个月300升的上限，而且呢，包括一些什么捕鱼船、作业船需要用到这些汽油的船只啊，你可以经过申请，也可以突破这个300 liter 的上限。OK， 这是照顾到他们，对吧？那么说到这个呢，我就关注到不单单国外很多媒体，像我关注的一些英文的媒体不在大马的，他们也会报道说大马汽油政策补贴的改变。我没有想到在中国的微信号上面，你我都刷到了一个视频，连你的父亲都刷到了。是吗？来旅行的时候他也跟我讲到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他讲的理由和这个视频博主讲的一模一样。我就看到这一位女博主相对客观，但是听得出呢也是非常不满像她说一个月打油要200升，这样5毛5，感觉涨得不多，可是一个月相差就是100多块钱，一年都是1000多块马币，对她来说呢就可以买一张回去中国的机票了这是她的第一个控诉，觉得针对外国人，觉得涨价。第二呢，她是说如果现在针对外国人涨价汽油，那么接下来还会涨什么呢？还有什么不可预知的事情会发生呢？因此表达了一些不满吧，我觉得。他没有字面上讲是不满，但你听他的这个语气还有这个层层递进的这样一个叙述，你是会感到他是蛮凶闷的是，说实话，我觉得我们并不是要去针对他，因为我自己呢是可以理解。比如说我原先没有对大马了解这么多的时候，我也只能眼睛看到是涨价这个事实。再来的时候，你说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有没有1秒钟的觉得说涨价有没有这种心态我要承认我是有的，不过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就没有。对，你就没有我就没有。所以你的理由应该是我等一下要分析的，为什么我们不是这么在意的我等一下要说的。这很简单一个问题就是首先是我数学太差，我从来没有像这位女博主这样去算过我也不知道我们家每个月去用多少油，而且 honestly speaking 他帮我算出来，我觉得这个数字来说的话，我直接就想到那不就是我们为马来西亚做贡献吗？我就直接想到这个，我倒也没有想到损失一张机票，就是等他说出损失一张机票之后呢，稍微有一张机票没了不稍微些许原来是一张机票那我就少回去一下我是这样想的，你知道吗？你正好可以少回去我脑子好像不太正常对吧？能不能说我这种是卖国贼了大概不会，不要上升到这样的高度，大家就是各人有个人的观点嘛，对吧？其实你父亲他在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看看一个在中国生活了70年的人，他也自己刷到了，然后跟我讨论，他说这个是针对外国人，这样好吗？他说这样，那么外国人肯定就感觉不舒服他生活在这里，他就会觉得这个好像是被针对了那他们接下来也有可能其他东西会被涨价，那么对大马吸引外国人这个就不太有利嘛。但是就不好意思当时我跟你父亲在独处我就把他给怼回去了是吗？你怎么把他怼回去的？对他我说这个嘛，本来不单单是针对外国人，你知道这是全面补贴，对大马来说，第一经济负担也挺重的对吧？补贴很多。第二呢，本来把他们最富有的15%的人也要拿市场价来打油的，并不是只是针对外国人的
我说第三呢，你也不要觉得大马就说一定要敞开大门，像泰国那样欢迎外国人，对吧？我说你知道像我们这样第二家园，20年才搬了5万多个人，没有那么多外国人，然后你父亲就没有说什么。是，我觉得就是说，我有2点感受。第一，我们自己办2家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现在新2家的这个政策收紧，我都能明显的感受到，马来西亚它首先不仅仅不是一个移民国，它其实对外国人来这个长居也是有非常严苛的审查标准。对，我觉得那扇欢迎的门是逐年在往回关回来的。是我能够理解这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它不需要这么多的外来人口，它不需要，真的他也没有想过要去发展这个移民经济，那是人家国家定下来的政策，我没有什么好反对的。你不能因为看到邻国像泰国是这个样子的去做它的第3产业旅游产业，你就推定说，马来西亚也应该这样去发展，那是人家马来西亚国家他自己的决定嘛。然后第2个，我这2天也在反思这个问题啊，就这个词儿可能听起来很难听，但是确实是这样的一回事。他不给外国人这样的一个优惠期也是一种歧视啊，确实就是一种歧视啊。但是歧视有理，怎么样？那作为一个外国人，你可能我们应该就更加羡慕啊，就他这个国家对自己的国民他是很关照的，就这么一回事。对，就是歧视作为一个中性词的时候啊，它是存在的。大家也不用很介意，因为在经济学上就有一种叫价格歧视嘛。它本来就是对，包括在法律上面我们说也有的是吧？说起 discrimination， 就是你因为 discrimination， 你把这一批人他们的这些 rights， 你把它就拿走了，那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对吧？是，经济学上也是这样的。经济学上分成3级价格歧视。第一种就是完全，你像麦当劳优惠券，你能搜到你就便宜，你搜不到就不便宜。第2种呢，针对不同的商品。第3种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老人、小孩、外国人，它定不同的价格，叫做3级价格歧视。但它也会影响到一系列的定价策略等等。所以这呢，相对一个中性。我呢也是觉得就是你讲的那个道理，我觉得特别是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们放到最后来讲嘛，就是这是外国人生活在这里已经怎么样了。我们等一下来讲给大家听啊。那我觉得你有1秒钟的犹豫，可能像我这样，我觉得还是正常。但是1秒钟之后呢，我就要来讲一讲思考是什么样的东西。那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应该反过来想，本来油就是很贵的，而且大马的油也有些观众说已经是全球最便宜了，对吧？我一直就是这么觉得，就是你作为外国人，像我们自己家庭生活在马来西亚接近3年的时间，我已经享受了这么多优惠了。你想一想，这3年你在中国，你就是因为油价高，我们甚至都不敢出去开自己的车去旅行，你说对不对？我已经享受了这么多，这是时候是回报了吗？对，就是不要把它想象成好像为了你增加，你现在这个油还是便宜的，你要理解成是政府掏出了更多的钱，让民众享受了更低的价格。我是不奢求人家会这样去想，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有些同胞，就像我爸很典型的思维，就总有刁民想害朕，他觉得一切的对他不利的东西都是针对他。对，但是很难反正就不多评价你的父亲，我觉得他也未必，他也是可以客观的提自己的一个看法嘛。再有呢，我是在另外的一个微信群的中国家长的留言当中，就是有看到他们这个反应啊，这个话讲的是很有意思。他说：“哎呀，真是一天到晚想气死我们啊！”还有呢，就是尤其是我们做了新闻以后，你知道吗？对我们怎样看待大马，怎样理解大马发生的事情啊，我觉得大有裨益。甚至于是怎么讲，你会完全换了一个原先没有的角度来理解。我就知道啊，首先要改革这个燃油的补贴，它事关重大。像我们在数据中一直有说，大马它的政府收入，你知道1年是多少吗？政府收入不是 GDP，8000多万，3400亿。政府收入啊，但是它1年要拿多少去补贴大家，你知道吗？这所有补贴的钱，每年不同，大概600亿到800亿。对，就好比说你一个月吧，你一个月赚到3400块钱，然后你要掏出800块钱来给你的父母，这个钱无论如何，你是不是会觉得它还是蛮大的一笔钱的？还行吧。不是你只有3000多块啊，那观众朋友们来说哈，我想想，我以前给我爸妈都不止这些个比例啊1/4啊，对吧？好，行吧，那我们来听观众的哈，这个王太比较厉害。那在800亿对任何国家来说，它都是一个很大的比例的花销，而大马岂不是差不多把它赚的钱都会用于 operational 的 expenditure， 它都要花走的。那你说其他地方再花怎么办？因为现在赤字还有-3.8%，
这个600到800亿里面用于燃油的有300-400亿，燃油里面用于汽油的又是一个大头，200亿都是用于汽油补贴的。所以如果要对这个补贴政策进行改革，那么就必须要考虑汽油怎样去进行一个精准补贴，来降低它的费用。感觉是大家是受益，可是它整体啊，这次来说，他说总体这个支出可以减少80亿马币的支出，所以也是他做一些补贴政策改革的很重要的一步。人家普通人不会这样去想嘛，因为他会觉得就像YouTuber 刚刚讲过里面，他会说到，就是因为补贴了这么多年，补贴的力度这么大，就是所有人可能生出来就是用这么低的这个油价之后，他就产生一种惯性，他会觉得说这补贴不是补贴，这是我应得的。是，那当然你讲到的是一个另外关于补贴的话题，关于补贴的有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作用啊，这个我们可以以后再讲，或者在会员节目中再讲。因此呢，跟这个相关的是什么？其实在安华的他的竞选的一个纲领中，他要承诺大家的就有这一条，要把这个燃油价格给民众降下来。然后他也要给公务员涨薪，要降低整体的政府的花销，要让政府有更多的盈余，要控制赤字率在3%以内。你看现在已经是3.8%，要让 GDP 2025年达到5.1%，今年看已经达不到，所以他花钱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那我觉得在这个立场上也是完全认可的啊。那还有呢，这调节啊，尤其是对外国人啊，就是生活在一个国家是怎么讲，是我们获得的一种特权嘛。你看美国这次对 H1B 啊，对那些绿卡，有些人取消这个签证啊，他就是这么说的，对吧？对啊，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子的啊。那我们不能这样去理解。如果你觉得说，涨了补贴你就要不满的话，那么请问这2年因为马币升值，是不是应该开心一下？或者那是不是对人民币的这个钱，你的收入，你的资产不就也升值了吗？是对吧？这倒也是对吧？是还有呢，你看你最后讲的那个，我们要讲一条，就你之前讲过，就非常有道理的，就大马是相当于你用了一个词，你说是收留我们的地方。对啊，对吧？对啊，那其实你获得的是远远多于汽油。对啊，你要想一想，你的小孩如果就像那位博主，我估计他也是陪读家庭吧，好像也在这边做房产中介吧。你因为来到了大马，你的孩子、你的整个家庭，包括你自己的事业，是不是有了一个新的变化？你在这里面的3年和如果你想象一下你在自己国内你过的这个日子的话，难道没有任何一点点的 quality 的提升吗？对吧？在这个样子来说的话，就你以这样子的成本，你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你可以享受到这样的生活吗？是。那我是不是已经赚了很多啊？其实油价贵到一定的程度呢，我可以选择不开车，但是现在离这个线还差得远啊，现在离上海都还有1倍的差距。我们家的可是95号汽油。再有呢，就像你讲的，我觉得生活在这里的首要目标是什么？首要目标是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是这种自由和安心的感觉，是小孩子他的教育，现在完全不用我们操心，他自己也变成一个非常快乐、自我督促的一个人，是家庭关系，是我们所追求的那种整个生活模式的改变。我们一直说这个才是根本嘛。脱离了这个根本，你再去计较这个生活中的一些汽油，至少我觉得不是我们家比较在意的一个事情，对吧？但我可以这样去想嘛。其实我理解，对有些人他是在意的，因为有些人他生活在这里考虑的就是性价比，因为他不觉得其他这些事情对他重要。你不说，有些人说OK， 那现在差不多了，我可以回到中国去了，也有不少这样的人就回去了嘛，也是有的嘛。不能现在就是抱着国内所谓媒体老说的一句话说，一切发生皆有利于我，怎么可能呢？我们又不是宇宙中心，地球又不是绕着我们个人转的，对吧？好。那么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这个荣95汽油，很多人也关心外国人怎样看。我觉得对本国人来说呢，至少经济负担上是一个好事情，是降低了。对我们来说呢，是丝毫不介意。但我们的理由呢是独特的是因为我觉得生活在大马本身才是我们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啊，你看新闻报道上来说，它是节省下来的燃油补贴的这些费用，就是会大部分用到教育上面去。对，就是其他的一些方向了。我们也不是在间接的为马来西亚的教育做一点点绵薄的这个贡献。这个说得好。这个说得好，因为它整体补贴的剩余的部分，教育其实还有像医疗，然后生活的一些必需品，还有说这次像沙巴建的职业培训中心安华也说了，那些都会用省下的钱去支持的。尤其他竞选承诺有一个就是要建 TVET 职业培训中心。
对，非常真诚的说一句，如果马来西亚的人民他们能够生活的越来越好，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好，对我们这些旅居在这里的外国人，不也是一个福利的大提升吗？整个环境能够更和谐、更融洽、更安居乐业。这个是我没想到的，非常感谢你啊！间接我们也是会受益的呀。非常感谢你，通过跟你聊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启发。就是我们付出的爱，它也是会以其他的方式会回来的。很好，很好，很好。那么这样的话，再有人比方说留言说这个讲你啊怎么样的，你不会不开心了吧？这肯定还是会有胸闷嘛，因为我知道有的人的单线思维就是觉得说别人国家好，就意味着说自己国家不好，但我没有说呀。是，我们不能阻止别人怎么想。好吧，这是我们的想法，跟大家分享，你怎么看啊？拜拜，拜拜。